我男友江淮舍身救我成了植物人，我照料他与他的家人5年，独自活在与他相爱的回忆里。直到他醒来，我才知道他濒死前穿到末世，与另一个女孩一同出生入死多年。可海上婚礼的船下沉时，他依旧舍生把我放到逃生艇上，却选择与那个女孩一起死。我看见他疯了似的与她在水下接吻。你能不能别任性了？都说了那只是人工呼吸。江淮拽住我的手，皱着眉头拦住我，眼神却看向另一边裹着她干净西装外套、瑟瑟发抖的短发女孩。女孩回了他一个安心的笑容，江淮眼底露出几分笑意，两人之间仿佛再容不下任何人。我突然就意识到，江淮早就不再是5年前的江淮。那个为了我连命都不要的男孩早就死在了那场车祸里。他回过头望向我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也知道，这5年我有多不容易，每天睁眼都是丧尸，毫不留神就要死掉。西西他救了我很多次，我只为了回到你的身边啊。”我甩开他的手，朝他笑了笑：“江淮，你不容易，我容易吗？”江淮为了救我成为植物人的这些年，我不仅要照顾他爸妈，还要1天打5份负担过重的工作，只为了能让他在好的病房存活下去。这5年，我任劳任怨，因为他是江淮，那个爱我如命的江淮。明明那么相爱的2个人，不知道何时变了质。究竟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呀？总不该是如今这样的。我的婚礼，他与另一个女人在水下吻得难舍难分。他说我任性，他的爱可真够廉价呀。江妈妈此刻也凑了上来：“都怪你，非要在海上结婚，要不是你，哪来这么多事？我看你们俩就是八字不合。海上婚礼是我们确定关系时，江淮许诺我的，什么时候成了我的要求？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”又抱着被海水浸湿的莫西，一口一个西西喊着安慰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亲女儿呢。我心如死灰，5年的付出陪伴不及一个陌生人的几个月。我抬眼看向江淮，微微轻声：“江淮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如果我和莫西必须死一个，你选谁？”他焦急地拉住我，却迟迟下不了决定。“柳进，你别这样。”喊他西西，喊我柳进，我心底一阵哗然。莫西咬着唇瓣，苦涩地摇摇头。江淮像是被刺中了一样，脸色发白地抱住他，这个动作仿佛重复了上千遍。也许他们在末世也曾被威胁命悬一线，但他们依旧不离不弃。江妈妈也喊着别闹，说我任性，真是其乐融融啊。我笑出了眼泪，答案早已出来了，不是吗？柳进，你还在纠结什么？江淮，婚礼取消，我们分手吧。他愣在原地，脸上露出惊讶之色。你是为了我而死，可不是为了我而回来。我不欠你的了，江淮。我不想再看到他的表情，更不想看到他们卿卿我我。白色的婚纱浸透了海水，我梦中的海上婚礼以笑话告终。而我以后也不用再背负江淮的性命而活着。5年了，当初势不可挡的爱意早已平静，我离开他也变得轻易。恭喜你，穆小姐，你自由了。学心理学的学长许志远推了推金丝框眼镜看向我，我苦笑道：“也许这是我想要的自由吧，不用背负爱与人命，你手腕的伤痕也会慢慢消退的，请切记好好爱自己。”优美的钢笔在他手掌心划过一道漂亮的弧度，我弯了弯嘴角，借你吉言。5年前，我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找到了许志远，因为我的爱人江淮为了救我而死。还要面对的现实是江淮年事已高的父母，还有他高额的医疗费。我每天在他床边给他按摩照料他，背负着关于爱与责任的枷锁，差点勒得我喘不过气来。我情愿他未曾救过我这一条烂命。读书时，我向来阴郁又孤僻，无父无母，是江淮把我拉了出来。他说我是他这一辈子最爱的人，他会比任何一个人都要爱我。从此我见过了太阳。当我希望太阳继续为我升起，可没有，他把我拉入了更深的深渊。江淮醒来的第一句话不是你没事吧，不是我好想你，也不是我爱你，而是莫西呢？可莫西是谁？
他讲述着他与莫西之前的故事，那些命悬一线，那些同生共死。我扯出一抹笑。那我呢？兴许是看到我眼底的不安，江淮抱着我解释道：静静，我爱的是你，只会是你。莫西与我只是战友情，我跟他提了很多次你，没有爱你的信念，我回不来的。我回抱过去，深嗅着他的味道，试图找寻一丝安全感。我掩盖住手腕的疤痕，柔声道：没事，只要你回来就好。后来我见过莫西了，那是一个很帅气的短发女孩子。如果不是毫无边界的话，我应该会很喜欢她。但我与江淮逛街时，他拉着江淮大谈特谈他们之前的求生故事。我在一旁陪笑活像个电灯泡，他的人生里早已插满了和另一个女生的回忆。每当莫西与他亲密过度，而我皱眉时，江淮总会拉住我的手说：西西就是没大没小，我跟他习惯了，你别跟他见谅，他救过我很多次，我们只是好朋友。我也想冷着眸子质问他：所以你救过我，我也要原谅他的没大没小吗？可我发现我好像没资格了。明明即将结婚的是我，可江家父母却围着莫西转，呛人的油烟也挡不住汹涌的泪水。这场婚礼本就是我强求来的，只有江淮同意。我本以为他还是那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，可现在他不愿看我了，他的心也游离了，他的眼神永远锁定在另一个女孩身上，他却没发觉。他转身与莫西嬉闹，我被他无意推搡，跌落在地。我听到我的心在嚎啕大哭。在他选择跳入海水中与莫西一起死的时候，我们就回不去了。我收拾好所有的行李，从江家搬出来。为了很好的照顾他爸妈，我舔着脸搬到江家住了。他们恨我，因为我害了他们儿子，可我依旧没脸没皮为江家操劳着，这是我欠他的。你摆这一副鬼样子的像什么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苛待你了。江妈妈看着我收拾行李，冷嘲热讽道：要不是因为你，我儿子也不会睡上5年，老天保佑，他终于醒了。幸好今天让小怀陪西西去医院了，不然看着你这副样子都会气。要我看呢，江家儿媳就该像西西那样贤惠乖巧。我继续收着行李，不再搭理他。现在还要我百依百顺，可我不想再惯着他们了。行行行，江家儿媳我做不起，那个姓莫的赶紧让他来伺候你们。江妈妈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地踢了我的行李箱一脚。就你还配跟人家比？人家高材生，大学教授，他们俩绝配，你呢？洗几个盘子了？我求你，离我儿子远点。看吧，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绝配，只有我仍被他留在原地，办什么海上婚礼，闹着可笑的笑话。他们是灵魂伴侣，我是阴沟里翻掉的船。我一天打5份工，洗盘子还不是为了赚钱救江淮，让你们过好日子？我做错了什么呀？我要怎么样你们才肯放过我呀？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！我疯了似的把衣服乱扔一通，边哭边笑。江妈妈像见鬼一样跑走了，嘴里还大喊疯子疯子。眼见终于清静了，我这才继续收着行李，毫不留恋地离开了江家。一声喇叭声在我身后响起，许志远穿着休闲坐在驾驶座上，探出脑袋：去哪？我送你。我毫不客气地上车落座。这个男人已经见过我那么多不堪的一面了，这点狼狈又算什么？只见他勾起嘴角喃喃道：终于可以不以知心学长的身份陪你了。我慌乱地移开目光，他却认真地注视着我，棕色的瞳孔缱绻又温柔。先从朋友开始做起怎么样？我干笑一声：学长说什么呢？我们本来就是朋友。他瞥了我一眼，转过视线，好似刚刚的话只是错觉。这位朋友现在有地方去吗？我愣了几秒。这些年为了负担过重的医药费，我把我自己卖给了江家，朋友断了联系，满心就只有赚钱赚钱，可依旧杯水车薪。许志远轻笑了一声，轻拍了下我的脑袋：我还差个室友，怎么样考虑吗？要是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一声应下，可刚刚他的话让我有些犹豫。我的心在冰水里浸泡久了，如果没有别的想法，最好不要让人误会了。可随即又想想我这副狼狈模样，他能看上我什么呢？许是我想多了。
我摇摇头，试图拒绝他的好意，他却没放弃，没好气地说：“知道你不乐意，是我之前上大学时候家里的老房子，我经常出差的不怎么住，放着也是空着。我以学长的身份请求我的小学妹解决我的燃眉之急，我无奈失笑，就当我欠你的，等我换了工作，我再还你。”为了方便照顾昏迷中的江淮和他父母，我拒绝了薪资更高但需要频繁出差的工作，而选择了一份早9晚5的闲差。可如今江淮醒了，我也可以松口气了。房间不大，却很温馨，家具都很好的照着防尘罩，只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。我回头向学长道谢，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。许志远摇摇头，摆手表示目前没有认识的朋友知道这个地方。我狐疑地打开门，门口站的赫然是江淮。只见他一身狼狈的汉字，扶着门框大喘气，那双湿漉漉且明亮的眼睛看着我。静静，我听妈说你搬走了，你真的不要我了吗？恍惚间，那个在球场肆意风发，赢球后会迎着所有人的目光飞快地奔向我的少年，好像又回来了。可下一秒，另一个甜腻的声音也紧跟着传来：“嫂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都是因为我。”莫西跟在他身后，也气喘吁吁，他的身影被江淮挡住，露出怯生生的眼睛看向我。我的心脏骤然紧缩，眼神变得锐利。江淮，我们分手了。江淮试图抓住我的手，在旁围观的许志远动了，拦在我们中间，带着嘲弄的语气：“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更何况，江淮你道歉都这么没有诚意，带着新欢找前女友复合。”江淮恶狠狠地看向许志远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点？”我抬头看了一眼许志远，说起来，他还是我和江淮的恋爱见证人。大学4年，我与江淮如胶似漆，但他始终在我前半生的人生里充当背景板的角色，如今却成了我唯一的朋友。许志远轻拍了下我的脑袋，示意我进去。这里是我家，你说呢？江淮瞳孔一怔，眼神在我们身上停留。柳进，我昏迷的日子，你是不是早就和他？我为了救你，连命都不要，你就是这样对我的。我呆呆地回过头看着江淮，无力感逐渐翻涌。曾经爱我的人，如今不惜以最坏的想法来揣测我。随着一阵呼啸的风，我的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脸上，大家都愣住了。江淮，你是不是有病？究竟谁对不起谁呀？你救我，我谢谢你，我也赔上了我的前程和5年青春。可是你呢？是你背叛了我呀！我举起伤痕累累的手掌手腕给他看，这哪里是个年轻姑娘的手啊！江淮的眼神停留在我的手腕，变得有些悲伤。他喃喃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原来他早就知道我的不容易，只是视而不见，只是有了更重要的人。我看向他身后的莫西，他瑟缩了一下。这5年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你过，而你呢？你扪心自问，一次都没有对不起我吗？江淮的眼神躲闪了片刻，随即又坚定了神色。进进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求你不要推开我。以后就由我照顾你好吗？我没理会，示意许志远关门。听不懂人话的东西，就不用再理会了。关门的瞬间，许志远暗暗勾起了唇角。最近我换了份工作，以前向我抛出橄榄枝的女领导很同情我的遭遇，愿意再给我次机会。随着与他全世界飞来飞去，短短1个月，我不禁感叹，我这些年究竟错过了多少？我整理着带给学长的礼物，这1个月还得窥视他的照拂，扬着笑脸回了趟家。深夜，我拖着行李箱在家门口踢到一个温热的躯干，身躯猛然一震，有些颤抖地掏出手机电筒。进进，我爱你啊！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江淮，如今满脸胡渣，烂醉如泥，躺在我家门口。他呢喃着，身边全是墨绿色的酒瓶，似乎是察觉到我的存在。依偎在他身边的莫西醒了过来，看到我时，双眼变得通红。柳进，你看看你把他逼成什么样了？他在末世是那样的意气风发的人啊，你凭什么呀？我蹙了蹙眉头，关我什么事？背叛的不是我，还成我的错了。莫西突然惨笑一声，
我算是看错你了。江淮整天在我面前说你的好，可你呢？你一点都不配。既然以前他是我的，现在也会是我的，这次我不会再让给你了。我嗤笑着，这两个人在异世界待久了，带出重二病了吧？垃圾他愿意要的话就要，我不稀罕。江淮被我们的声音吵醒了，他睁开迷蒙的眼睛，手心突然一紧，拽住我的裤腿。静静，你回来了？你去哪了？你别不要我！带着颤音的一连串发问，让我心头一颤。曾几何时，他也曾这样牵动我的心弦。莫西扑了上来，拉住他，渲然气下：“怀哥，你别这样，你不该是这副模样的。怀哥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我们经历了那么多，在漩涡中发誓，我爱你啊！”江淮被他突如其来的表白给搞懵了，我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：“不是兄弟情吗？神他妈兄弟情！”他努力地把手抽了出来，莫西被他用力地推倒在地。曾经共患难情，看起来也不是很坚固。你们要吵走远点，别挡我家门口！我低声呵斥了一声，莫西咬着牙流着泪跑走了。江淮整了整皱巴巴的衣服，不好意思地站起身来，露出一个略带歉意的微笑。我以为你又搬走了，静静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背叛你。他带着央求的语气，轻拉着我的衣袖。我叹了口气，带他进了屋。家里的灯昏暗，却带着一股暖意。穿着白衬衫的许志远睡眼惺忪地打了个哈欠，但在看到江淮时，困意顿时消散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看来我出差的这段日子，江淮没少来骚扰我。可江淮却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说道：“静静，你看他凶我，我只是找不到你了。”还没等我说话，他继续念叨着：“我在你家附近租了个房子，你去我那边住好不好？学长毕竟是男性外人，你一个女孩子住这里不好。”我瞥了他一眼，他立马耸了摆摆手道：“我不说了，你愿意住哪住呢？只要你肯原谅我。”我嘲讽的一笑，转身掏出给许志远带的礼物递给他：“麻烦你了，学长，这是我出差买的，你看看喜欢吗？”许志远一脸意外，却没着急拆礼物，只是站在我身边护着我。江淮则是由兴奋到沮丧，没有他的礼物。以前我们恋爱时，每到一个地方旅行，都会互相给对方带礼物，但现在没他的份。我在沙发缓缓坐下，冲他说道：“我们谈谈，你要怎么样才肯离我远一点？”江淮支支吾吾着：“我真的没有背叛过你。”我有些丧气地说道：“江淮，有没有背叛已经不重要了，你的心乱了。你能问问自己，你还爱我吗？不管是出于习惯还是爱，我们在一起甚至不到5年，可你和莫西5年多了，我拿什么和他比？就算是真的还爱我，我也无法容忍我的爱人同时还在意着别人，我们没可能了。”我这话说得很绝，江淮却僵着脸，转身离开，只留下一句：“我还会来的。”许志远意味深长地与我对视一眼，他的心理状态需要重新评估下了。又仔细凝视着我如今的精神状态，比之前要好太多了。看来你真的很喜欢你现在的工作，很少没见你这么开心了。许志远弯弯狗狗眼，不带金丝镜框的他少了几分锐气，多了几分温和乖巧。只见他凑到我耳边轻声说：“我很喜欢你的礼物。”他突然的靠近，使我有些不自在地撇开眼，耳朵滚烫烫的，有些语无伦次地说道：“你喜欢就好。江淮最近没空来打扰我了，听说江爸爸查出了恶性肿瘤。”许志远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正在客厅电脑前整理会议纪要。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他向来知道，要忘记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，而我的陈年烂疮还没好。我愣了愣神，合起电脑，有些烦躁地回话：“再说吧，有空再去。”许志远习惯性揉了把我的头发，放轻松，别想太多。带着安慰的温和语气，使我骤然炸起的毛变得温顺，心里暖烘烘的。这天下班路上，我路过曾经打工的餐厅，走进去点了一碗馄饨。那个埋头苦干的小女生的生活变得井井有条，没了那些对生活的怨气。我含着泪咽下馄饨，回想起江妈妈曾经对我一声声带着恨意和刻薄的语气，还有翻天覆地的生活变幻。可这一切都过去了，
我终究还是走进了那家医院。曾经江淮也安静地躺在病床上，而我是江家唯一的支柱。如今躺在病床上的是江爸爸，那个会给我留饭的威严父亲，如今变得脆弱，满头华发。江妈妈在一旁守着，擦拭着他的身体。令我意外的是，还有一个人，莫西。他顶着大大的黑眼圈，陪在江妈妈身侧，似乎是察觉到了我的存在。江妈看见我，依旧像疯了似的辱骂我：“都是因为你，你个扫把星！自从你来了，我家就没几件好事。你现在又在这里装模装样干什么？给我滚，滚出去！”无端的怒火照例发到我身上，可我早就不是那个任他们打骂的人了。你倒是会推卸责任，我欠了江淮的，但我不欠你们的。这些年我问心无愧。只见莫西脸色一变，果不其然，江淮出现我身后，他脸色阴沉，语气含着愠怒：“妈，这些年你就是这样说柳静的，这是他的错吗？是我愿意救他，是我愿意的呀，为什么要把这一切怪到他身上啊？”江妈妈语气慌张：“都是他呀，要不是他你怎么会昏迷5年？要不是他。”江爸瞧了他一眼，像以往一样无声地转过身子，说不出一句话。曾经落在我身上的报复，终于以另一种形式落回他们身上。但惩罚这才刚刚开始，这一切与我无关了。江家儿媳妇莫西愿意当，就让她当吧。心里的郁结缓缓消散，而我将会迎来新的太阳。许志远在医院门口回头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毛茸茸的。我就知道你肯定来这了。晚上想吃糖醋排骨吗？我有些想哭。3个月后，江淮颓丧地再次找上门来。他踌躇半天，才缓声说道：“静静，你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很快会还你的。”很快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医药费终究也是把他压垮了，像个无底洞，吞噬着一个又一个人的。人生在世，最怕的便是生大病。前2天，我在曾经打工的餐馆看到了憔悴的江妈妈，只是洗盘子的人由我变成了她。莫西失踪了，很久都没见过他了。江淮，你知道的，我刚换工作不久，没多少钱的。江淮连忙摆手道歉：“算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抱歉，我走了。”他在走时又回头望向我，眼神定定地在我手腕上停留。“你手上的伤好些了吗？”我笑笑，举起手腕：“好多了，只是这疤消不掉了。”江淮狼狈地逃走了。要是知道江淮又来了，家里的那只小狗又得吃醋了。雷厉风行的许医生在家，也就只是个讨人喜欢、爱吃醋的小狗罢了。正准备出门去接他下班，马路对面正好站着个人，金丝框眼睛戴在他脸上，配着笑容，禁欲又温柔。他手里一大捧的鲜花，可不是许志远吗？我冲他挥挥手，只见他脸色一变，身体骤然一痛，隐约间有液体滴滴坠落。我回过身去，正是失踪已久的莫西。许志远从马路对面飞奔过来，试图制服暴徒。他却像疯了似的，身法却极其精湛。我恍神地想着，不愧是混过末世的人，还是有2把刷子的。白刀子进红刀子出，许志远身上多了不少伤口。莫西也没打算放过我，匕首继续向我捅来。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江淮也喜欢你，所有人都喜欢你，你凭什么过上好日子？我还不如不回来，你去死！许志远见制服不了他，便护在我身体上方，嘴里溢出的鲜血迫使我又开始重复曾经的噩梦。车祸里，江淮倒在我身边，他死了，我却活着，然后我失去了最爱的人。如果再一次这样，那我情愿我死掉。许志远，你滚蛋！我要你救我干嘛？你滚呐！你要是死了，这一次我直接跑路，谁管你呀？我哭喊着，害怕再一次失去所爱。我才刚刚要开始新生活呀！所以当那柄匕首再次袭来时，我护住了许志远。在他惊恐的眼神中，我失去了意识，粗重的呼吸声及骨骼吱呀作响的声音传入我的耳廓。我逐渐清醒过来，第一反应是找许志远，可身边并不是病房，也不是马路边，而是堆得高高的尸堆，伴着强烈的腐臭，我的脑子一下子空白了起来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尸体？
突然，一只手拽住了我的衣角，我机械地回头，那是只满是鲜血的手，骨节分明，无名指却戴着一枚金属戒指，是许志远的手。我强忍恶心刨开尸体，终于挖出一个满是血污的人。许志远的金属眼镜裂了半边，整个人都被血水浸透。这时候我已经开始回过神了，这里不会是江淮曾经说的丧尸的世界吧？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和江淮曾经一样，昏迷中或者说是植物人。我猛然抱住许志远，呜呜，你吓死我了！我们都没死。许志远张开双手，怕血染在我身上。我察觉到他紧绷的身体，他的目光向着身后，神色呆滞。跑！我的手腕被他用力地拉扯住，眼神瞥了一眼后方，瞳孔骤然一缩。一群乌压压的人形怪物扭曲地朝我们跑来，嘴里发出咀嚼的声音，嘎吱嘎吱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怪物越聚越多，它就像传统丧尸片演绎的那般。不过真实体验时，我只感觉到恐惧充斥了胸腔，让我不要命地逃。我仿佛感觉不到泪般的，喉咙涌上血腥味，末世的空气透着一股子的发霉味。许志远带我躲进了一个仓库，里面盘东西的丧尸回过头来，他用力将一把椅子甩在丧尸头上，丧尸倒地，随之又被推车给甩出门外。卷闸门猛烈地拉上，我与许志远对视了一眼，猛烈地喘着气。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，心脏飞速地跳动着。这里是末世，江淮曾经跟我说过，他在植物人期间也来了。我怀疑我们现在也处于濒死状态，才会到这里来。如果能活着，我们会回去；如果死了，怕是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死了。许志远点点头，眼神坚定：我们会出去的，相信我。就像看过的很多丧尸片，信任是末世最缺乏的东西，而在这里，我唯一能信任的，怕是只有许志远了。丧尸仍在外面挠墙，我们对视了一眼，从对方眼中都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凝重。莫西受不了现实的压力，逃避现实，产生反社会人格，将我们无意间也送到他曾经也生活过的世界。既然他说，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煎熬，不如回到末世，那说明最少他在末世如鱼得水，这里必定有相应的文明和城市供他生活。大概3个小时后，僵尸们疲了，挠墙挠门的动作渐渐消失了。我与许志远找到另一个上锁了的后门，敲掉锁后，悄然从后门出去。我们在荒凉的末世狂奔着，承载着渺茫的希望。也曾想过，干脆就一了百了，不回去了。一辈子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了生活打工劳碌奔命，每个阶段有着各种各样的压力，而这里只要活下来就好。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流言蜚语。可不管在哪个世界，太阳仍然升起，海水潮起潮涌，万事万物是永恒的。逃避又有什么用？没有什么事情是在暖和的被窝里睡一觉不能解决的。而现在我很想念我的被窝，想跟他有一个新的家。许志远扯开衣角，给我包扎着被铁棒锈渣磨破的掌心，还有因为连夜奔走而升起的水泡。他的眉心满是心疼，我伸手揉开他的眉心，笑了笑：没事的，你自己的伤跟我不也就是半斤八两。面前的男人不吭声，只是将我背了起来，径直走着。我伸手在他侧脸摸了一把，他的胡茬生了出来，有些扎手。我却将脸凑了上去，轻轻地摩挲着。要是我们能回去，你再向我表白的话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他嗯了一声，把我颠了起来，坐好，磨得脸疼。一切话语都在不言中，这个男人只会用行动告诉我，他很爱我。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入我们的耳中，我的眼中爆发出巨大的喜色。那是一辆军队吉普车，我猛烈地挥手，试图引起他们的注意力。一车军队打扮的人从车里拿着家伙冲了下来，围住我们。在确认我们并未被感染后，把我们关进了车厢。车内寂静无声，我发问道：或许你们认识江淮莫西吗？他们是怎么出去的？我很好奇。前方的一个大汉用力地踢打了下座椅。别吵吵！许志远立马把我护在身后。这时候，我发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鬼鬼祟祟地瞥了我们一眼。
被带到基地后，我与许志远被关到一个密不透风的小房间里。来送饭的正是那个小姑娘。将饭盆放下后，她眼睛滴溜转了2下，终于忍不住好奇问我：“你认识怀哥吗？”我看了一眼许志远，他点点头。我冲小姑娘一笑：“认识。他去哪了？真的回去他的家了吗？”队里的人都说他叛逃出了基地。小姑娘飞快地说着。原来现实生活中不过才过去几个月，这里已经过去了10年。江淮本是基地的创立人，有天突然说找到了回家的办法，消失了，就只剩下一个基地的老弱病残。人们认为他叛逃了，恨之入骨。后来基地被新的领头人接管，才好了一点。小姑娘则是10年前曾经被江淮救过的人，对他还保持着善念。怀哥说，西边方向有个地下漩涡，只有相互付出真心、互相信任的2个人才能通过。也有人去世过了，可都一去不复返，没人知道他们到底回家了还是死掉了。那里变成了禁区。我心底一片哗然，对小姑娘说：“她回家了。”小姑娘这才散开笑意，转身准备离开。那就好，怀哥他是个好人。江淮确实是个好人，不然也不会为了救我付出生命。读书时期也曾拉我出孤独的深渊。为了回家，为了娶我，他需要对另一个人付出真心，付出信任。这本就是一个无解命题。若他爱上其他人，便能苏醒娶我；若他对我忠贞，便在我的世界里永远死去。他选择错了吗？没有，但感情这东西向来不能出现第3个人。我们只是注定有缘无分罢了。许志远看了我一眼，他也同样想到了这件事情。你随时可以重新做出选择，他没有错。他沉凝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反正他一直都是那个不被选择的人，永远是他世界里的背景板。大学时期碰到第一个心动的女生，他笑得那样动人，可是是对着别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早就有个情投意合的对象。他便远远地注视着他。他加入他的社团，这是一个意外之喜。知道他喜欢草莓，他请了全社团去摘草莓，只为了把最大最甜的那颗悄悄放在他的篮筐里。毕业后，为了给他一个拥抱，他抱了所有人，因为这份爱意不能逾越，会让他为难的。仅仅是这样就够了。可看到他难过凄苦，还是忍不住心疼。他划开自己的手腕，他的心脏也在滴血，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开导他，去拯救他。没想到上天真的给了他一个机会。他是有感情洁癖的，向来接受不了别人的二心。可他爱的人心里有了其他人，他想争取一下，一下就好。江淮在漠视的选择没有错，但他又错了。他不该与我和莫西都纠缠不清，他早该做出选择的，可是却假装不知道，逃避着，这样对大家都不好。我摇摇头，换我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许志远看着我的神情流露出一丝悲伤。我上前捧住他的脸：“你想和我试试吗？”许志远，以前的疤痕不会消失，但我想用以后给他贴上新的花样。一些湿润流入我的手掌心，许志远偏头吻了吻我的手指：“你不许反悔。”他说。我点点头，笑盈盈的。一个小脑袋悄然探入房间：“喂，你们怎么这么磨叽？快走，队长他们出去找物资了。”与小姑娘达成合作，我给她讲了江淮的事情，她便放我们走，去西边的漩涡。我与许志远站在一个很离谱的洞窟前，从这里跳下去真的不会死吗？但小姑娘很认真地告诉我，就是这里，她亲眼看着江淮和莫西走的。我半信半疑，拉住了许志远的手，他安抚地亲吻了下我的手。这小狗的乖了，就一直占我便宜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他确实没撒谎，也没有小动作，没必要骗我们。我瞧了小姑娘一眼，轻敲了下她脑袋：“你要是也是外面的人，就早点醒来吧。”她摸摸后脑勺：“我回不去的，我早就是这里的人了，所以我才能在这里长大成人。一直不变的人才是心里有念想的人。其实我记得一点，我成绩不好，爸妈不喜欢我，经常辱骂我，我过得很不开心。说起来有点后悔，但我也不想回去了。有机会我会去投个新胎的。再见，姐姐。”
我拍拍他的脑袋，以后我要是成为家长，会做个好家长。你这么漂亮，我很欢迎你。许志远眼里满是柔情看着我，我瞪了他一眼，有些不好意思，牵着他的手慢慢往漩涡深处走。小姑娘在身后一直挥舞着双臂。所谓末世，不过是人类避世的空间。呼哧呼哧的大风变成滴滴滴的机械声，一个身影出现在我的上空，周围刺鼻的消毒水味弥漫着我的鼻腔。面前的人眼神温柔的要沁出水来，明明他受伤比我重多了，居然醒得比我早。我伸了个懒腰，伸手捧住他的脸，早啊，我的宝贝。许志远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两个包着满身纱布的人相视而笑。所以莫西被关进监狱疯了。我吃着护工做的营养餐，好不容易存的钱全花在医院了，真是坎坷呀。许志远点点头，两个人4只手，就剩许志远1只没受伤，他喂完我还得喂自己。江淮那边我借了点钱给他，许志远悄声说道，毕竟是前夫哥，还得讨点经验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也没说什么。后来我回家整理东西时，发现一本相册，有好几张我和江淮曾经拍的合照，正想处理掉，却意外发现每张照片后面都有个戴着眼镜假装看远方的傻大个。我觉得很好笑，拍照发给许志远，他死活不承认，只说巧合罢了。我把照片裁剪了一番，只留下面带微笑的我和偷看我的大傻蛋。被他看到后，满意的把我拐上床，说了不少情话。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，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。遇见的都是天意，拥有的都是幸运。